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4季第14集。这天，辛巴发现女儿在看书，就很是遗憾，说她放着这么好看的电视不看，居然去读书。辛小妹一听，觉得老爸说的有点道理啊，就想着可以看看那些奇思妙想的电视剧。不想这家伙马上又转变了态度，说那些写剧本的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戏演得好也不过是可以逃避酒驾，只有拍白人屌丝秀下限的真人秀才值得一看。说着，辛巴就开始浏览电视节目。有一说一，这节目的种类确实是五花八门，但老少皆宜的真挑不出几个。挑选半天，就只有那档仓库寻宝比较正常。节目召集了5位仓库竞拍达人，去竞拍那些无人续租的出租仓库，就看他们谁能在这群盲盒中开出价值最高的终极宝藏。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节目立刻吸引了辛巴的目光，他想着那就先看个几集吧。然后48集过去了，现在寻宝的是他最看好的一位达人，看起来这次他的运气不怎么好，连续几个箱子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不料紧接着他发现了一捆泡泡纸，众所周知，泡泡纸包裹的一定是好东西。果不其然，这些都是战争时遗留的武器。虽说这家伙对自己这些宝贝的期许很高，但鉴宝的老板却不怎么看好，说他这些东西撑死就500，还是在遇到冤大头加门外汉的情况下。不过这位仁兄显然只听见了前半句，但这也无所谓，反正观看节目的辛巴已经被成功洗脑了。他找到辛妈，说要去仓库竞拍。一走到目的地，全家人才发现，原来期待天上掉馅饼的不只是他们，所有人都在盼望能盲开一个全是宝贝的仓库。老谋子和阿普甚至还因此打了起来。竞争者众多，对辛巴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，当然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起拍价只有50的仓库迅速就炒到了650。当然真正的天选之子还得是辛巴，直接叫价1000，谁敢与他争锋？打开仓库，全家人就迫不及待开始拆箱。本以为会是什么大金链子、液晶电视，没想到却开出了化妆镜、香水一类的物品。照此推断下去，这说不定是个老女人的仓库。然而箱子上写的名字却让人大惊失色，亚伯辛普森，这些居然是老辛普森的东西。除了女性物品以外，还有一箱装着健身杂志。这么说来，老辛普森很有可能是同性恋。这个推论辛巴第一个不同意，毕竟老辛普森娶的是个女人，虽然他们后来因为老辛普森忽略他的生理需求而离婚了。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不太对。辛巴突然发现了盲点，我爸果然是个同性恋。晚上辛巴看着那顶假发万分惆怅，辛巴安慰他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说老男童很可爱，说老辛普森可能都不知道人们已经对这件事很开放了。听妻子这么说，辛巴也想起老爸总是愤世嫉俗，或许帮他出柜他就能开心点了。怀着这样的想法，全家人来到了养老院，没想到他们就只提了仓库就惹恼了老辛普森，还被赶了出去。一次失败后，辛妈并没有放弃，她决定这次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直接给老辛普森找个男朋友。说干就干，她马上把老辛的信息挂到了网上，还编写了2条特别引人注目的标题：寻找激情的男人和不期而遇。网上相亲果然高效，没多久就有人来赴约了。这人就是秘书，他追求秃头多年未果，现如今只想奔向幸福新生活。没想到老辛普森根本不接他的话茬，暗中观察的夫妻俩蹲不住了，特别是辛妈，直言希望他能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。老辛普森被突如其来的这席话吓得不轻，他马上表明他是直的，比钢筋还直。他这话辛巴可不信，立刻就要他解释假发的事。还不等老辛普森反应过来，他戴假发的样子就被秃头给看见了，这人瞬间就惊呆了，他大呼一声：“你是魅力戈弗雷，也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摔跤手。”其他人可能没听说过这个人，可作为和老辛普森同时代的秃头，家里可是保存有关于戈弗雷的一切。在黑白照片面前，老辛普森迫不得已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在儿子的逼问下，他终于说出了那尘封的往事。那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，当时职业摔跤风靡一时，凡是又强又壮的男人都会前去分一杯羹，而老辛普森就是摔跤比赛的毒瘤，每次都依靠着作弊去击败对手。那时他的座右铭就是作弊无止境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让观众愤怒的一点，就是他的虚荣。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，因为你们有幸目睹我的荣光。当时的他并不觉得被人讨厌是种糟糕的体验，直到他在摔跤之外的地方也被人们仇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实在忍受不了了，于是就将那些摔跤的东西永远封存了。那个时候的老辛普森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会是一个年轻人的英雄，这人就是秃头。他非常崇拜老辛的恶魔行径，直到现在他也想了解老辛巅峰时期的故事。但此时的老辛普森早已不想提起那段往事，他只想平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。不料小辛也对爷爷的这段历史兴趣盎然，老辛普森向来无法拒绝孙子，只得答应秃头一起去吃顿晚饭。晚餐时刻，秃头彩虹屁不断，可以看出他是真爱粉了，就连老辛普森对手的名字都记得非常清楚。应他的要求，老辛讲起了那次峡湾的狂怒。当时他正躺在椅子上敷面膜，然后对手就一直对着裁判
判叨叨叨，他一时气急，就用浴帽搞定了那家伙。听到当事人的讲述，让秃头激动万分，当即表示愿为哥弗雷重回格斗场倾尽所有。听到这话，老辛普森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他好不容易才摆脱当年的心理阴影，他不想再回到被人讨厌的日子了。然而秃头却说他错了，被人讨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。说罢，秃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表演，不在意女人，不屑于喝酒，你会爱上被厌恶的感觉，寻找当坏人的好处。对，这是欢笑，是乐趣，是愉悦。一旦成反派，再也洗不白，被憎恶最开心。一边唱着，他还边列举了那些反派名人，唱到尽兴处，他把老辛普森拖了上来。老辛刚开始还不情不愿，但很快就被他的情绪感染，跟上了他的步伐。听了这首歌后，老辛普森被打动了。流芳只能存活于百世，而遗臭则可以万年。那为什么不加入这个疯狂的计划呢？魅力哥弗雷要重回摔跤场了。老辛普森点头后，摔跤场马上就开起来了。除去了辛普森一家，前往的观众都是那个时代的老人。主持人当然毫无疑问由秃头担当，不过这老年人摔跤属实无聊，没有展示肌肉与力量，甚至两位对手都抱着睡着了。不过刚才那只是热身，大家都是冲着老辛普森去的，秃头为他也算是斥巨资了。这金色小马车，这沿路撒的花瓣，感觉老辛普森就像是归来的王。面对台下的一片嘘声，他照例说出了自己那句经典的台词：你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，因为你们有幸目睹我的荣光。在这一片嘘声中，小新的支持显得格外异类。金小妹不理解，就问为什么你会觉得当坏蛋很棒？那你为什么还喜欢小胖子呢？我才不，我只有我才能拯救他这种迷途的孩子。比赛开始，画家正在为老辛普森画画，而对手在与裁判争辩。只见老辛普森把画一下子砸在了对手头上，趁着他还没缓过神儿就推倒并且压了上去。这次他又依靠作弊赢得了胜利以及嘘声。虽说这在辛妈看来是非常可悲的，但这场景却深深印在了小新的脑海中。在之后的一场棒球比赛中，小新穿着华丽，带着极其夸张的出场方式，到场后还说出了老辛普森那句经典名言。比赛开始，他直接用球棒挡住了飞来的球，还绊倒对手开始跑垒，可以说把老辛普森那作弊的手法学了10成10。当然，最终他也如愿收获了一片嘘声。回到家后，夫妻俩对儿子进行了思想教育，没想到这小家伙根本没觉得自己做错了，还表示已经将爷爷当做了偶像。辛妈告诉小新，老辛普森如今只是表面风光，他背地里也在为这些讨厌和哗众取宠难过。不过这就是辛妈想多了，老辛普森现在跟着秃头，那是要多享受就多享受，要多高兴就多高兴。这时辛妈怒气冲冲来到了俩老人面前，他向他们展示了小新在课堂上的所作所为。只见小新用老辛普森摔跤的手法干掉了马丁那可怜的机器人。更可怕的是，旁边的眼镜仔还在倒计时。没想到老辛普森看到之后，非但不觉得有问题，反而说家里又会有一个冠军了。他这话把辛巴气得不轻，这不过是依靠作弊得来的虚假胜利罢了。没想到秃头听到这句话后不乐意了，虚假？你开玩笑吗？如果这是假的，那粉丝们就是彻头彻尾的白痴了。说罢，他当即决定让小新也加入进来。之后的摔跤比赛就由爷孙俩共同参加。据说辛巴强烈反对，但根本没什么作用。爷孙俩的摔跤主场如期举行了。这次摔跤的观众更多，还不乏有大把的年轻人。爷孙俩在后台准备的时候，老辛问小新有没有掌握住要领，这对于小新来说自然是轻轻松松。或许假以时日，他还能自创许多招式。看着儿子卖力敲打着模特，辛妈一阵心惊。他告诉老辛普森，他不在意小新是什么职业，他只是希望他是个好人。但如果他总是言行恶劣，他的内心也可能变坏。然而老辛普森只回答了一句：妇人之言不可听。两人快要走到台上时，有个小男孩找到小新，想让他给自己签名。然而小新却在本子上擤鼻涕，老辛普森都看不下去了，让他把坏点子用到赛场上。不料小新回答道：整个世界就是我的赛场。上场之后，小新立刻做好了作弊的准备，却不想老辛普森夺过话筒表示，魅力哥弗雷已经死了。说罢，他就给自己换了一身装备，称自己为诚实亚伯。而小新也被他换了身打扮，变成了自由小帅。他说他不想再当坏蛋了，只想做好人，没有作弊，也没有自夸，因为那些夸赞的话应该由别人来说。他这些举动惹怒了秃头，没有憎恨，哪还有看点？但老辛普森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必须拯救小新那危在旦夕的灵魂。秃头气急败坏，说要诅咒他们爷孙俩。他不说倒还好，说完马上就被老辛普森当成了靶子。既然人们喜欢看好人消灭坏人，那现在就给他们表演吧。观众们看到秃头被打，全都为老辛普森欢呼了起来。一旁的小新见状也激动了起来，诚实亚伯，我能压他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于是接下来爷孙俩就给秃头来了个混合双打。倒计时结束，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。这是我听过的最不咋样的嘘声，他们在欢呼啦，爷爷！原来这就是我一生都错过的精彩啊！从年轻时的嚣张跋扈到老年的幡然醒悟，从根本上改变老辛普森
深的是他对小新的爱护，也是对自我良知的守护。他那些恶劣的作弊行为确实让人无法原谅，然而更深的罪恶之源却是以秃头为代表的资本，他们总能挖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，然后再利用欲望转化成利益。就像是看摔跤的那些人，即使他们讨厌憎恶老辛普森，却仍旧热衷于他的每一场比赛，自甘堕落的观看这种虚假比赛，让资本牟利。观众们确实应该负责任，但要求每个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本就不现实，反而正是因为人心很容易被引导，所以才更需要在公众面前塑造正面的形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